大家好，我是秋平。一般我们说形容一个人漂亮，都说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。其实这个是形容中国古代4大美女的。沉鱼代表着西施，落雁代表着王昭君，貂蝉是闭月，羞花是杨贵妃。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浙江诸暨的西施故里，就来看一看西施到底长得怎么样，为什么被称为中国古代4大美女之首。中国古代4大美女，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杨贵妃和貂蝉。这主要是因为《三国演义》还有唐王朝的电视非常多，大家主要了解的就是这2个人的故事。像西施和王昭君，大家可能就没有那么了解，特别是王昭君呢，存在感不那么强，因为关于他们的资料不是那么多。西施的美是沉鱼之龙，那她到底有多美呢？有这样一个传说，就是西施在河边洗衣嬉戏的时候，有一条鱼跃出江面，看到西施在这里，被她的容貌所震惊，于是便又沉入江中。这里有一组雕像，展示的就是西施他们那个时候生活状态，在河边洗衣服。其实，在几十年前，到处河边也能看到大家洗衣，还有洗菜这些。因为从古至今生活的模式都是如此，只不过是现在生活，变好，时代在发展，大家可能都在家里有自来水。那早期的话没有的话，就是在河边。那西施从小可能就在河边洗衣。正是在河边才被范蠡发现了西施，发现了她的美貌。这个地方是西施殿，纪念西施的一个场所。那么我们经常说的西施到底长什么样子，可能在这个地方就能够看得到。美好诸暨，西施故里。那么我们肯定是要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西施的。西施之所以被大家传颂上千年，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容貌，更多的是因为她的精神和贡献。在春秋末年，吴国和越国大战，大家可能都知道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。当时越国失败了，于是勾践就去吴国做奴隶，当时是住在一个相当于茅草屋，住了很多年，受到了非常多的磨难。后面吴王夫差可能惩罚勾践差不多了，于是就把他放回去了。那勾践回到越国之后，他就一心想复仇，要把吴国灭掉了。那当然复仇不能仅仅靠嘴说，于是一边勾践是积蓄力量，另外呢一边就是说要想尽办法瓦解吴王夫差的斗志。那可能当时很多人就知道夫差喜好美色，就想尽办法，可能要送一些美女过去，让那个夫差沉迷美色，不治理国政。越国就要搜寻美女，因为当时在江浙一带出美女非常多嘛。于是呢，当时首相范蠡就在这边寻找。某一天来到这里呢，发现正在洗衣的西施，觉得她是倾国倾城，很有可能能够完成任务。当然，当时西施还是简单的农家女，并没有其他方面的知识。范蠡就把这个情况跟西施说了，那西施可能也答应了。于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培养西施，因为你要让一个帝王喜欢，不能仅仅是漂亮，可能还得说琴棋书画、文化素养各方面出类拔萃，才有可能让一个帝王喜欢。那在培训了西施一段的时间，就把西施送给吴王夫差。当然，当时培训的不仅仅是西施一个人，可能说有10个人、20个人一起送过去。那去了吴王那边没多久啊，西施果然通过她的美貌，通过她的才艺，吸引了夫差。那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很多，帝王觉得自己功劳很大，后面就开始慢慢享受，开始慢慢的呢，不理朝政。你包括夫差，还有后期的4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时期的唐玄宗，都是一样。那在这个时候，夫差慢慢的就不理国政，慢慢的西施就要开始发挥它的功能了。
就是间谍的作用，开始吹耳边风，说吴国伍子胥不好不好，因为越国要报仇，伍子胥相当于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阻拦，有伍子胥在，越王基本上是报不了仇。那结果没多久呢，伍子胥就被吴王夫差下令自杀。那后面的事情大家应该都知道了。越国趁吴王夫差去会盟的时候，打进了他的城市姑苏城，就相当于首都，兵困。那吴王夫差回来，最终失败。吴王夫差还想向越王投降，就是说要保留他的国家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越王勾践他经历过这种事情，他就是投降之后，做了很久的努力才能复仇，他绝对不会把这个隐患重新弄出来。于是吴王夫差被逼的自杀。在吴国灭掉之后，作为间谍来讲，西施的使命就完成了。那他的结局到底是怎么样呢？按照一些资料，包括野史传载，西施的结局有多种说法。一种是说他跟那个吴王夫差生活久了，有感情了，他一面是爱着夫差，另外一面呢，为那个越国做事情，心里很煎熬。那看到吴王夫差自杀之后，西施也觉得无脸再生活在世上，另外他的使命也完成了，于是呢也自杀了。这是一种说法。还有一种说法呢，就是说西施早期被范蠡挖掘的时候，两个人相处很久，有感情。那在吴国灭掉之后，西施呢就跟随范蠡一起隐居，这是第二种说法。另外一种说法呢，就是西施她自己消失了，谁也不知道她去哪里了。就是吴国灭掉之后，攻城破掉之后，她就消失了，可能也就觉得她使命完成了，就自己躲起来。这是三种说法。对于西施这种精神和贡献，我们怎么说呢？得从多方面角度讲。站在越国的角度，西施作为越国人，她是做了很大的贡献，为越国能够报仇雪恨起了很关键的作用。那作为吴国来讲，西施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罪人，因为吴国灭亡，西施的作用就是破坏力是相当强的。当然，你把吴国的灭亡归罪到一个女人身上，这其实是错误的，只是每个人站的立场不一样。你包括中国古代的妲己，还有西施，包括后面的杨玉环、杨贵妃，其实灭亡或者导致朝政或者一个封建王朝由盛转衰，真的不能怪女人。最重要的还是作为那个帝王，他自己产生的那种骄纵的心理。这个西施殿也有上千年的历史了，是后人为了纪念西施而建立的。这里现在是一个景区，也是收费的，门票45块钱。在这边还有两个牌匾，一个写的是忍辱负重，还有写的是以身许国。这个就是讲述的西施一生，为了忍辱负重，为了报效国家，西施殿。然后下面是绝代佳人，说的是她漂亮，荷花神女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西施，长得漂不漂亮？那这个西施的塑像是后人根据各种资料把它雕成这样的，所以说西施确实这样看起来是非常漂亮。她也算是一个比较清瘦的美女，正因为如此，才可能得到了吴王夫差的喜欢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在中国古代，她能够被评为4大美女之首。大家看完这个西施，跟你想象中是不是一样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就把西施当成是这个样子了。在2000多年前，作为一个女子，为了国家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，确实值得我们敬佩，向她致敬。